最近，一则消息在粉圈与路人之间迅速发酵，肖战工作室是不是把整个主页都染成了红色？点开之后你会发现，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视觉调整，而更像是一场被精心放大的情绪信号。红色在娱乐圈从来不只是颜色，它象征着热度、态度、力量与宣告。粉丝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一变化，并迅速在社交平台扩散截图，对比旧版页面，讨论声浪一浪高过一浪。有人说这是新阶段的象征，有人解读为对近期舆论的回应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无声却坚定的立场表达。无论真相如何，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肖战的名字再一次在什么都没说的情况下占据了讨论中心。如果放在其他艺人身上，主页颜色的变化也许只会被当作一次普通改版，但放在肖战身上却必然被无限放大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些年粉丝与肖战之间早已形成高度默契的情绪共振系统。红色在他的舞台、应援、作品节点中反复出现，早已成为一种隐秘但稳定的情感符号。当工作室选择这样的视觉表达，粉丝自然会联想到过往的高光时刻与共同经历。这并不是过度解读，而是一种长期陪伴所累积出的集体记忆。正是这种深层情绪连接，让一个简单的页面变化演变成了一次全民围观的信号事件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有细心的粉丝发现，页面内容中似乎暗藏着大量与粉丝相关的影像与符号。有的被解读为过往应援的缩影，有的则像是舞台瞬间的再现。这种若隐若现的呈现方式，引发了更强烈的参与感，粉丝开始自发考古、截图、对比，试图拼凑出完整的意义。这一过程本身就已经完成了一次情感互动。肖战团队并未站出来解释，但正是这种留白，让粉丝拥有了解读权，也让内容获得了更长的传播周期。与此同时，另一条讨论线悄然升温，肖战的嗓音。近期舞台上，他的声音明显带着沙哑，却意外地被大量观众形容为更温柔、更有故事感。这种变化并没有削弱演唱表现，反而让情绪传达更加直接。有人说，这是岁月沉淀后的质感，也有人认为，这是身体状态与情绪投入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但无论如何，这种声音一出现，就迅速成为讨论焦点，甚至被粉丝赋予了新的称呼——肖战式温柔嗓。更令人动容的是，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，肖战依旧选择全开麦完成舞台。对一位歌手而言，这并不是最稳妥的选择，却是最真实的表达。声音中的不完美被完整保留下来，呼吸、情绪、力量起伏都毫无遮掩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这种坦诚反而让舞台更具冲击力。观众听到的不只是歌声，还有一个职业艺人对舞台的尊重，对观众的负责。有趣的是，这种带着疲惫与沙哑的声音并没有让人出戏，反而让大量观众入坑。心理学上，这被称为真实感吸引。当一个人不再完美，却依旧全力以赴时，反而更容易引发共鸣。肖战的声音正是如此，他不再是精修后的成品，而是情绪本身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形容那一刻的他，像战场上的战神，带伤却不退。粉丝的情绪在这一阶段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态，一方面是心疼，担心他的身体，另一方面却是无法掩饰的骄傲，为他的坚持，为他的专业，为他的选择。这种矛盾情绪并没有互相抵消，反而叠加成更强烈的支持动力。正是在这种时刻，粉丝与艺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被再次加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肖战从未主动强调自己的不适，他没有用生病作为营销点，也没有在台上额外渲染情绪。一切讨论都是来自观众与粉丝的自发感受。这一点恰恰体现了他的职业逻辑，作品与舞台永远优先，个人状态从不被当作筹码。这种克制在当下的娱乐环境中显得尤为难得。在一次采访中，肖战曾提到，他希望得到的是相互的支持和被认可的专业性。这句话在此刻被反复引用，也显得格外贴切。
他并不希望粉丝只是无条件维护，而是希望彼此都站在理性与尊重的位置上。这种关系不是单向消耗，而是共同成长。从主页设计到舞台安排，再到对外表达的节奏，肖战团队展现出一种高度统一的风格，不喧哗，不解释，不抢话题，却总能在关键节点制造足够的讨论空间。这种留白式运营既保护了艺人，也尊重了观众的判断力，因为他的每一个选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他们被放进过往经历、公众印象、作品积累中，自然形成了可被解读的脉络。观众不是在空想，而是在长期观察后做出的情绪回应。无论是影视角色还是音乐舞台，肖战始终保持着一个核心：认真。这种稳定性让他在不同领域切换时依旧能获得信任。声音可以变化，状态可以起伏，但态度从未动摇。在流量更替飞快的时代，真正能留下来的从来不是话题本身，而是真诚所积累的信任。肖战之所以能在每一个阶段都引发讨论，正是因为他让人感受到真实存在。理性支持，关注作品，尊重专业，这一次的讨论也再次展现了肖战粉圈中较为成熟的一面。更多人选择欣赏舞台，而非过度解读私生活。每一次被称为封神的舞台背后，都是无数次练习与选择的结果。生病时依旧稳定输出，并不是运气，而是长期训练的积累。面对外界的各种猜测，肖战与团队选择了沉默。但这种沉默并不软弱，而是一种对作品的自信。他们相信，舞台本身就足够说明一切。不是红色页面，不是热搜词条，而是那个站在灯光下，声音略哑却依旧全力歌唱的人。那一刻，所有包装都失效了，只剩下情绪本身。肖战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，诠释了什么叫做被支持的专业与有边界的爱。这或许正是他最希望看到的状态，彼此成就，而非彼此消耗。如果说红色主页、沙哑嗓音、生病开麦只是表象，那么真正击中人心的，其实是肖战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那个选择，他没有退场。在这个流量至上、容错率极低的娱乐环境中，大多数人会选择更安全的方式，调整舞台，减少开麦，用后期修饰状态，甚至干脆缺席。但肖战没有，他明知道自己的状态并不完美，却依然选择完整站在舞台中央，把最真实的声音交给观众。这一点恰恰是当下最稀缺的东西。观众并不愚钝，他们能分辨什么是被包装的完美，什么是带着风险的真诚。肖战的声音里有疲惫，有沙哑，有呼吸不稳，但也正是这些不完美，让舞台变得真实而有重量。那不是一场被设计好的表演，而是一次正在发生的情绪交换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选择背后藏着他一贯坚持的职业底线：舞台优先，观众优先，专业优先。他从不把身体不适当作卖点，也不借敬业二字博取同情。所有感动都是观众在观看之后自发产生的反馈。这种克制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职业修养。当粉丝在台下心疼、落泪、反复回放时，其实他们被触动的并不只是肖战有多辛苦，而是他依然尊重舞台，尊重音乐，尊重每一个到场的观众。在那一刻，艺人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被重新校准，不是消费与被消费，而是共同完成一场真实的现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个舞台才会在结束之后持续发酵，反复被提起。因为它不靠热搜维持热度，而是靠情绪留下痕迹。等话题退去，人们依然会记得，曾经有一个人在并不完美的状态下，依旧选择把最好的一面留在舞台上。